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1月27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1月2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33.75，收盘价是235.45，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38.75，最低价是在232.33。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6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6512.52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量缩，但是我们会看到在周五是只有3个小时的交易。实际上，如果我们按照时间的比例，那么这个成交量应该是有略微的量增，或至少是量平。好，我们再来看 KD 值，在目前 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略有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下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变小，双线是趋于合拢。那在零轴的上方是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目前的短期多头趋势在继续减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1月2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这根 K 线的线型，我们把它称作叫倒垂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反转向下后的横盘中。那我们会看到这根 K 线是上影线很长。那在盘中呢，股价一度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运行，但是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那但是呢，当日的这根 K 线并没有出现新低，那说明下方是有支撑的。那出现长上影线，说明上方有压力，下方有支撑。那我们把这根 K 线称作叫是一根休息的 K 线。由于它是倒垂线，那倒垂线不论是在高位还是在低位，都是变盘的信号 K 线。那因此，这根 K 线的最高和最低将成为后续股价走向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日后股价收盘价跌破了这根倒垂线的最低，也就是在232附近，那么股价将会开启下行走势。那这根 K 线将会成为一个头。那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这根倒垂线的最高，也就是238.75，那么股价将会沿着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会继续上行。好，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2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继续下行，收盘价会在228，或者是在225。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收盘价会在232.5附近，在这个位置。实际在11月24日收盘价是在235.45，出现了横盘向上。这与我们预测的收盘价点位相差并不多，虽然它是横盘向上，而我们预测的是横盘向下，但是在盘中的走势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没有出现新低，然后最高呢一度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这根 K 线是一根变盘的信号 K 线，所以接下来我们先依次
从上行来看。那对于11月2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如果继续上行，那么它的条件当然是要站上这根倒垂线的最高，也就是238附近。那然后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247，依然是这个位置，因为站上247才会继续目前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这一定是它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接下来第二个目标是一个压力位，就是257。实际上它真正上涨的目标，这一波的目标是269，来瓦解自10月11日以来的这一波的下跌。所以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是247、257，还有就是269。其中也就是这根1号趋势线上方，1号趋势线是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和之后的低点建立的最后一条下行趋势线。那么这条趋势线和日后 K 线的交点将会成为强压力。我们会看到之前是有3次触碰到这个压力位而出现了反转向下。那么我们会来看股价如果继续上行，在到达这个趋势线附近的时候是否能够突破。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那股价目前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27，也就是11月1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我们把它称作叫前低，因为跌破它将会瓦解目前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然后接下来第二个目标是一个支撑，是在205附近，206附近，对，也就是11月10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它仅是一个支撑。那股价下行的真正的目标应该是194，那跌破194就是要继续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那股价在下行的过程当中，其中20日均线值是重要标志。一旦股价日后跌破了这个位置呢，那股价将会确认进入到相对较长期的空头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11月27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231，是这根红 K 的最低。那在11月27日盘中，我们要关注这根锤子线的最低。我们上移水平线，对，是在232附近。我们来说，为什么要关注它？就是股价只有在这根倒垂线最低的上方运行，才有可能继续反弹。但是如果在盘中是在它下方运行呢，那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收低，来确认一个下行的走势。所以在盘中，这个232将会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位。好，那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说。那由于27日是新的一个交易周的开始，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好，我们先来看看上一周生成的，也就是11月20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这是一个典型的天剑线，含有长长的上影线，下影线很短。那上影线的长度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小的实体在下方。那天剑线呢，通常是变盘的信号 K 线，尤其是处在相对高的位置，那它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然后我们再看看成交量，成交量呢，由于当周是有1天半的时间
也就是说，有1天半是停盘的时间。那成交量我们按这样的一个比例去测算啊，应该是量缩或者说是量平。那我们会看到价涨，如果出现量平或者量缩，再出现这样一根天剑线，那之后的一个交易日，也就是之后的一根 K 线，是很容易会出现下行的。我们会看到当周是在20均值这个地方是遇到了压力，这是一个强压力。那么我们不排除之后的交易周股价会回踩周 K 线图的5均值。对，所以说这样的一个 K 线信息预示着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变盘向下。好，那么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前一次我们对11月20日当周的目标位的一个回顾。我们说在11月20日当周，我们的观察位是在225，是这根实体这个绿 K 实体部分的中线，也实际上它也和5均值呢是相接近的。也就是股价如果在当周是在它的上方运行会收高，我们预测会到达252这个位置。那实际是收在了也就是前面实体的上沿的这个地方。然后呢，下方我们给出股价如果是出现下行，收盘价会在213附近。对，好，这是我们对之前的一个周 K 线图预测的回顾。那么对于11月27日当周，我们再给出目标位，上方我们认为依然是252。然后下方呢，我们认为股价如果出现下行，它的目标位是这根实体的下沿，是在215，我们调整这条水平线。对，如果出现下行，我们认为会收盘在这个位置。然后在周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这根天剑线的最低，也就是231。那股价在当周如果是在231下方运行，我们认为是很容易收低而跌破5均值的。但是如果股价是在它的上方运行呢，我们认为这个位置将会成为一个支撑。对，那么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涨，然后到达252。好，这是我们对接下来一个交易周的股价走势的一个预测。好，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我们有一个25%的多头仓位，分别是在11月13日5%进场收盘价，然后11月14日收盘价10%加仓，然后呢在11月21日收盘价这个地方是10%加仓，这是有25%的仓位。然后呢，我们一直守止损的位置是233，在11月22日我们守的是在11月22日我们守的是233，在11月24日我们是守的这根红 K 的最低是231。好，那到了11月24日，我们会看到股价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反弹，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成交量呢，是量缩，即使是按照比例，它是一个量平或者量增，但是股价没有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所以虽然出现了反弹，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的。对，那当然也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所以这25%的仓位呢，我们会继续持有。那这25%仓位的成本价是在236附近。
那么我们目前对于11月2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我们获利的目标是从242一直到上方的247，这是这25%仓位的获利目标。然后在11月27日，我们要给出止损的位置，我们继续守这根红 K 的最低231。在这里我们说的守止损不是盘中，而是指收盘之后，如果收盘价跌破了231，应该是止损出场。好，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操作建议的说明，技术上的。好，那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空头我们会看到，在11月27日开盘之后，一定会有空头力量进入，尤其如果出现低开盘，那其实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地方如果有空头的大的力量的进入，再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这叫一星二阴，那这是一个下跌的K 线组合的架构，所以目前空头的目标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制造一根实体长红 K 线，所以11月27日开盘即会有大量的空头进入，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下方的这个226和20日均线值。2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在11月27日是在224附近。好，那么这个空头的回补位应该是在242或者是244到246之间，这是它要守的位置。好，这是我们对空头的技术上的操作说明。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1月2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235到238之间。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我们把它分开，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前高239是这根倒垂线的最高。然后第三个压力位是244到247，在这个区域。第四个压力位就是上方的257。好，我们再来看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从234到236之间，在这个位置。然后第二个支撑是前低，也就是232和这根红 K 最低2到231之间，这是第二个支撑。第三个支撑是下方的缺口 225.5到226.5。第四个支撑是20均线值，是在224附近。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我们给出11月2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要给出2个可能。第一个，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下行，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甚至很有可能会出现跳空的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35，最低会到达226，然后收盘会收在228附近。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3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那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补量的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36，上方最高会到达243，收盘会收在241附近。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36的。
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继续反弹，或者叫补量的反弹。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1月2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